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8月15日星期五，佛历9月下初六，万象阵雨24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8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5基普，涨幅 0.07%。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62.02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4.83 基普，跌幅 0.7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505.34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点，跌幅 0.13%。开盘 1502.07 点，最高 1505.75 点，最低 1499.36 点。成交量24万1700股，成交金额2亿1395万4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45基普，交易量13万08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00基普，交易额1亿7786万2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629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7万基普，涨幅 0.1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8月13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0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40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94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菲律宾巩固双边合作关系庆祝建交70周年。8月13日至14日，外交部长通沙万峰威汉应邀访问菲律宾，并出席了老挝与菲律宾第3次双边合作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双方回顾了过去的合作成果，并制定了未来的合作计划。菲律宾外交部长玛利亚·特蕾莎·拉扎罗对老挝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提议邀请老挝总理于年底访问菲律宾，以共同庆祝建交70周年。外长通沙万峰威汉则对玛利亚·特蕾莎·拉扎罗女士的上任表示祝贺，并邀请她访问老挝。双方讨论了在政治经济、贸易、投资、旅游、农业、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会议结束时，两位部长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访问期间，通沙万峰威汉外长还向菲律宾民族英雄黎莎纪念碑献花，并在东盟公园向老挝领袖凯山峰威汉的雕像献花。2. 韩国大使考察卫生领域援助项目。韩国驻老挝大使馆与老挝卫生部于8月14日共同举办活动，考察了韩国在老挝卫生领域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老挝卫生部副部长阿彭维扎特、韩国驻老挝大使郑永珠等出席了活动。考察团参观了多个重要项目，包括儿童医院、国家血液研究所、疾病防控中心、药品供应中心，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健康科学大学医院。该医院将成为老挝首家拥有400张床位并配备现代化医疗设备和信息系统的医院。老挝卫生部副部长对韩国的援助表示感谢，称赞其在降低母婴死亡率、提升医护人员能力、改善医院服务质量和完善卫生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大使郑永珠表示，韩国是老挝卫生领域的主要援助国之一，致力于改善老挝人民的健康和整体福祉。3. 老挝开源矿业公司向甘盟省灾民捐赠2亿基普物资。8月13日，老挝开源矿业有限公司在甘盟省省长办公室向洪灾灾民捐赠了一批救援物资，包括日用品、大米、干粮、家用物品、衣物及现金，总价值2亿基普。总经理王德顺代表公司捐赠，甘盟省省长万塞冯沙湾代表省政府接收并向公司颁发了感谢状。4. 莴苣省将法国旧军营列为地方级国家历史遗产。
博交省将于8月19日在会筛县北会筛村举行仪式，宣布将一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国旧军营列为地方及国家历史遗产。该军营始建于1900年，占地10154平方米，内部建有围墙、观察哨所和地下隧道等防御工事。1954年老挝独立后，该军营先后由老挝王国军队和老挝人民革命军使用。近年来，该军营被移交给博交省新闻文化与旅游厅管理。在亚洲开发银行的资助下，军营于2010年被修复为旅游信息中心，并展示了印度支那战争时期的武器。目前，一家私营公司已申请特许经营，计划将其进一步开发为旅游景点。5. 那开县灾害管理委员会与民众共同修复道路。8月13日，甘蒙省那开县灾害管理委员会和关村村民共同修复了通往那丹村的道路。此次义务劳动由那开县公共工程与运输办公室主任丁坎蒙诺拉带队，共有102人参与。修复工作主要针对近期强降雨导致的路段损坏、深坑、滑坡和排水系统堵塞等问题，通过填补坑洼和清理桥梁，确保了道路交通的恢复和便利。6. 牛在公路上游荡，对驾驶构成风险。8月14日，有驾驶员反映，在万象市西沙塔纳县塞塔提拉医院门前的公路上，发现3头牛在道路中央游荡，对过往车辆构成潜在的事故风险。驾驶者呼吁牲畜饲养者应妥善管理好自己的牛，不要让它们跑到道路上，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对他人的困扰。7. 一辆皮卡车肇事逃逸致1人死亡。8月14日凌晨0点26分左右，在万象市塞瑟塔县凯沙尔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银色皮卡车撞倒一辆摩托车后逃逸，导致一名43岁男性当场死亡，死者颈部和右腿受到严重撞击，最终不幸身亡。接到报警后，救援队立即联系了死者家属，并将遗体运送至宋沙雅寺庙，以便家属进行后续的宗教仪式。8. 汽车失控撞上路边18辆摩托车。据万象市救援与救灾队的报告，8月14日凌晨2点20分左右，万象市西沙塔纳县东沙尔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汽车失控撞上了停在路边的18辆摩托车。初步报告显示，事故中有一名26岁的男性伤者，仅受轻微擦伤，经救援人员现场急救后，他表示无需前往医院。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